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中国对英伟达展开调查，指控其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式对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指控其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存在垄断行为。此次调查重点关注英伟达在 GPU 市场的定价策略、供应链控制以及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条款。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深入审查英伟达是否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这标志着中美科技竞争进入新阶段，也是继华为、字节跳动等中国企业在美遭遇监管后，中方对美国科技企业采取的对等措施。调查结果可能影响英伟达在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业务布局。2. 引力波揭示黑洞合并的反冲。据科学警报网站报道，国际引力波探测团队通过分析 LIGO 和 Virgo 探测器数据，首次观测到黑洞合并过程中产生的引力波反冲现象。研究显示，当两个质量不等的黑洞合并时，会产生非对称的引力波辐射，导致新形成的黑洞获得高达每秒数千公里的反冲速度。这一发现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测，为理解宇宙中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科学家表示，这种反冲效应可以解释为何某些星系中心缺少超大质量黑洞，以及流浪黑洞的起源。该研究成果将推动引力波天文学发展，为探索宇宙奥秘开辟新路径。3. NITI-AYOG 报告，到2035年，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使印度 GDP 增长5000到6000亿美元。据印度国家智库 NITI-AYOG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在未来10年内为印度经济带来5000到6000亿美元的 GDP 增长。报告指出 ，AI 将在医疗、教育、农业、制造业等关键领域发挥变革作用，预计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印度政府已启动数字印度 2.0 秒计划，投资200亿美元用于 AI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与2020年相比，印度 AI 市场规模已从30亿美元增长至目前的120亿美元。NITI-AYOG 副主席表示，印度正利用其庞大的数字人口红利和 IT 服务优势，力争成为全球 AI 应用的领导者，实现从世界办公室向世界 AI 实验室的转型。4. 克里姆林宫称乌克兰冲突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据意大利天空24新闻网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最新声明中表示，随着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并允许其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克兰冲突已显著升级，北约实际上已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俄方指控美国和欧洲盟友直接参与对俄军事行动，包括提供卫星情报、武器系统操作培训等。这一表态标志着俄乌冲突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的重大转折点。相比冲突初期，俄方将其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如今克里姆林宫首次公开承认，这已成为与西方的全面对抗。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为俄方采取更激进军事行动提供借口，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5. 瑞典将国防预算增加 28.7 亿美元，占 GDP 的 2.8%。据希腊第一主题网报道，瑞典政府宣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将在未来5年内额外投入 28.7 亿美元军费，使国防预算占 GDP 比重从目前的 2% 提升至 2.8%， 远超北约设定的 2% 标准。瑞典国防部长帕尔约翰松表示，这是该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投资，重点用于加强波罗的海地区防务，采购新型战机和导弹防御系统。自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于2024年3月正式加入北约，结束了200多年的军事中立政策。相比2020年仅占 GDP 1.2% 的军费开支，瑞典国防预算在4年内实现翻倍增长。这一决定反映了北欧国家对俄罗斯威胁认知的根本转变，标志着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大调整。6. 乌克兰的人工智能无人机技术挑战欧洲的重新武装。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
乌克兰在战争中快速发展的 AI 无人机技术正对欧洲传统军工产业构成挑战，推动欧盟重新审视军事装备现代化战略。乌克兰企业利用商用芯片和开源软件，在18个月内开发出具备自主识别和攻击能力的智能无人机，成本仅为传统精确制导武器的1/10。欧洲防务局报告显示，乌克兰无人机月产量已达10万架，远超欧洲主要军工企业的年产能。法国、德国等国防部门正加速采购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同时启动本土 AI 军工项目。相比2022年，欧洲军工企业主要生产传统坦克和战机，如今各国都在竞相发展无人作战系统。这场技术革命正重塑21世纪战争形态，迫使欧洲军事工业从重型装备向智能化小型武器转型。7. 谷歌 Gemini AI 应用在印度应用商店中位居榜首，紧随病毒式图像编辑潮流。据印度马拉雅拉姆布米报报道，谷歌 Gemini AI 应用在印度 Google Play 商店和 App Store 双平台登顶下载榜首，受益于全球兴起的 AI 图像编辑热潮。该应用凭借强大的图像生成和编辑功能，在短短1周内获得超过500万次下载，其中 60% 来自18到35岁用户群体。印度用户特别青睐其多语言支持功能，可处理印地语、泰米尔语等12种本地语言。相比2023年 ChatGPT 在印度的缓慢普及， Gemini 通过整合图像处理、语音识别和实时翻译功能，迅速占领市场。谷歌印度区总经理表示，将在班加罗尔设立专门的 AI 研发中心，针对印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这一成功标志着 AI 应用从文本处理向多媒体创作的重大转变。印度正成为全球 AI 应用创新的重要试验场。8. 新研究表明，大西洋洋流可能在几十年内减缓。据西班牙地中海周报报道，国际海洋研究团队最新发表的气候研究显示，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IC 可能在未来20到40年内出现显著减缓，比此前预测提前半个世纪。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格陵兰冰盖融化数据发现，淡水注入量已达临界阈值，威胁驱动全球气候的关键洋流系统。AMIC 承担着将热带暖水输送至北大西洋的重要功能，其减缓将导致欧洲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同时加剧美国东海岸海平面上升。相比1950年代 ，AMIC 强度指数为1.0，目前已降至0.7，下降速度超出科学家预期。英国海洋学研究所警告，一旦 AMIC 彻底停止，将引发类似电影后天中的极端气候事件。这一发现迫使各国重新评估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和时间表。9. 美军在日本军事演习中展示台风导弹系统。据美联社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日本冲绳举行的铁拳2025秒联合军演中，首次公开展示了最新部署的台风中程导弹系统。该系统射程达1800公里，能够精确打击海上和陆地目标，被视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威慑战略的核心武器。美军第一岛链司令约翰逊上将表示，台风系统将常驻日本，与日本自卫队实现深度整合作战。此次演习有超过2万名美日韩3国军人参与，规模为近10年来最大。相比2020年，美军在该地区主要依赖航母战斗群，如今陆基导弹系统的部署标志着美军亚太战略从海上威慑向陆海空一体化转变。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部署直接针对中国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存在，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10. 中美就 TikTok 美国业务所有权框架达成一致。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经过数月谈判，中美两国政府就 TikTok 美国业务所有权转移框架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字节跳动将在18个月内将 TikTok 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投资财团，估值约6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主席表示，新架构将确保美国用户数据完全存储在本土服务器，并由美国公司负责算法管理。中国商务部回应称，此举有助于缓解中美科技领域紧张关系。相比2020年特朗普政府强制要求 TikTok 出售遭遇法律挑战，拜登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谈判策略。
TikTok 美国区拥有 1.7 亿用户，年收入超过160亿美元。这一协议标志着中美在数字经济领域寻求合作共赢的重要突破，为两国科技企业跨境经营提供新模式。11. 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后，阿拉伯国家探讨军事联盟。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军方对卡塔尔境内疑似哈马斯训练设施实施空袭后，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建立统一军事防御联盟的可能性。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表示，阿拉伯国家不能容忍以色列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必须建立有效的集体防御机制。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已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侵犯其主权。此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包括3名卡塔尔公民。相比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推动的阿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加沙冲突爆发后，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态度发生根本逆转。埃及总统塞西提议成立阿拉伯和平维护部队，获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支持，标志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可能迎来重大重组。12. 特朗普称俄罗斯是乌克兰战争的侵略者。据葡萄牙执行摘要网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态，称俄罗斯是乌克兰冲突的明确侵略者。这是他自2024年大选以来首次如此直接谴责俄方。特朗普表示，虽然他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但不能否认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事实。他同时警告普京，如果拒绝和平谈判，美国将考虑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一表态与特朗普此前模糊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相比竞选期间承诺24小时内结束冲突的豪言，特朗普现在承认和平进程将比预期更加复杂。国务卿提名人卢比奥也表示，新政府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主权，但会寻求现实的解决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态度的转变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影响力。13. 世卫组织建议针对成人肥胖症使用减肥药。据德国 TradingView 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布最新临床指导方针，首次正式建议将 GLP 一类减肥药物纳入成人肥胖症治疗的标准方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面对全球肥胖率持续上升的严峻形势，传统的饮食和运动干预已无法满足治疗需求。新指导方针适用于 BMI 超过30或 BMI 超过27且伴有糖尿病等并发症的成年患者。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等药物临床试验显示，患者平均减重 15%到20%，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比2019年世卫组织仅推荐生活方式干预的保守立场，此次政策转变反映了全球肥胖治疗理念的重大革新。目前全球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6亿，迫使各国医疗体系重新制定治疗策略。14. 反垄断裁决有利后 Alphabet 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据欧洲新闻台报道，美国联邦法院在谷歌反垄断案中做出有利于 Alphabet 公司的关键裁决后，该公司股价暴涨 12%， 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成为继苹果、微软之后第3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美国公司。法院驳回了司法部要求拆分谷歌搜索和广告业务的主要诉求，仅要求公司在浏览器默认搜索设置方面做出调整。Alphabet 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表示，裁决证明了公司商业模式的合法性，将继续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相比2023年初市值仅为 1.2 万亿美元，Alphabet 在18个月内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主要受益于其 Gemini AI 产品的成功和云计算业务的快速扩张。华尔街分析师预计，随着监管不确定性消除， Alphabet 有望在2025年实现更强劲的业绩增长。15. 航运公司支持全球温室气体税以促进航运业脱碳。据美国南佛罗里达太阳哨兵报报道，全球最大的20家航运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实施全球统一的船舶温室气体排放税，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50美元。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柯文胜表示，这一税收机制将为航运业向绿色燃料转型提供必要的经济激励。
航运业目前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3%， 每年排放超过10亿吨二氧化碳。新税收预计每年将筹集约1500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绿色甲醇、氨燃料等清洁技术研发。相比2018年，国际海事组织仅设定2050年减排 50% 的目标，业界现在主动要求实现净零排放。中远海运、达飞轮船等中欧航运巨头已承诺在2030年前将船队碳排放强度降低 40%。这一转变标志着全球航运业从被动减排向主动脱碳的战略转型。16. OpenAI 获得3000亿美元 Oracle 云合同，用于 AI 扩展。据英国 TechRadar 报道， OpenAI 与甲骨文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多年期云服务协议，这是人工智能行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云计算合同。根据协议， Oracle 将为 OpenAI 提供专用的 GPU 集群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支持其下一代 GPT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服务。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表示，这一合作将使公司能够将 AI 模型参数规模扩展至100万亿个，是当前 GPT-4 模型的50倍。Oracle 执行董事长埃里森透露，双方将在全球建设12个超大型 AI 数据中心，每个中心配备超过10万块 H100 芯片。相比2023年 ，OpenAI 主要依赖微软 Azure 云服务。此次与 Oracle 的合作标志着公司基础设施战略的重大调整。分析师预计，这一巨额投资将加速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发展进程。17. 美国绕过德国禁令向乌克兰转移集束弹药。据罗马尼亚热点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通过第三方渠道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8亿美元的集束弹药，成功绕过德国等欧盟国家的运输禁令。五角大楼发言人确认，这批武器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军事基地中转，避开了禁止集束弹药的奥斯陆公约签署国领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对此表示深度关切，称美国此举违背了盟友间的信任原则。乌克兰军方声称，集束弹药在打击俄军集中部队方面效果显著，已在东部前线投入使用。相比2023年7月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遭到国际社会质疑，华盛顿现在采取更加隐蔽的转移方式。人权组织警告，集束弹药的广泛使用将在冲突结束后对平民构成长期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监管。18. 西班牙因国际孤立暂停向以色列公司订购武器。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西班牙政府宣布暂停与以色列国防公司签署的总价值12亿欧元的武器采购合同，成为首个因加沙冲突对以色列实施军事制裁的北约成员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表示，在国际法院就加沙种族灭绝指控作出最终裁决前，西班牙不会向以色列购买任何军事装备。受影响的合同包括铁穹防空系统组件和无人机监控设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威胁将重新评估与西班牙的防务合作关系。相比2023年10月冲突爆发初期，西班牙仅发表谴责声明。马德里现在采取实质性制裁措施，反映了欧洲对以色列政策态度的显著转变。爱尔兰和挪威已表示将跟进西班牙的做法，预计更多欧盟国家将实施类似制裁。19. 澳大利亚加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太平洋安全关系。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在堪培拉签署新的太平洋安全协议。澳方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向巴新提供50亿澳元的军事和基础设施援助。协议包括在巴新马努斯岛建设联合海军基地，以及升级现有的伦布鲁姆机场为军民两用设施。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确保南太平洋海上通道的安全。巴新将获得12架澳制守护者无人机和2艘护卫舰。相比2019年，澳大利亚太平洋升级计划主要聚焦经济合作，新协议明确具有军事防务性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达关切，称澳方做法违背地区和平发展趋势。这一合作被视为美澳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 随着一些国家实施制裁并考虑承认巴勒斯坦，
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随着加沙冲突持续，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局面，已有15个国家宣布对以色列实施不同程度的制裁，另有8个国家正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已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南非、爱尔兰等国在国际法院提起种族灭绝指控，得到32个国家支持。以色列外交部统计显示，已有85个国家召回或降级了驻以大使。相比2023年10月冲突初期，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和支持。如今舆论发生根本逆转，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被迫重新评估其对外政策和军事策略。21，纽约拟出台法规，禁止未成年人使用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据加拿大 CTV 新闻报道，纽约州议会正在审议一项开创性法案，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使用具有成瘾性算法的社交媒体平台，违规公司将面临最高1000万美元罚款。该法案定义的成瘾性功能包括无限滚动、推送通知、点赞技术等设计元素。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表示，此举旨在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应对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率上升的危机。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并为未成年用户提供安全模式。Meta、TikTok 等科技巨头强烈反对，称此举违反第一修正案自由表达权。相比2021年，纽约州仅要求平台披露算法运作方式，新法案代表了美国在监管社交媒体方面最激进的尝试。预计该法案将在2025年春季获得通过，为其他州提供立法模板。22， OpenAI 研究揭示7亿用户如何使用 ChatGPT。据美国 Ars Technica 科技网报道， OpenAI 发布首份大规模用户行为研究报告，基于7亿 ChatGPT 用户的匿名数据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助手的真实使用模式。报告显示， 45% 的用户主要将 ChatGPT 用于工作相关任务，包括代码编写、文档起草和数据分析，而 35% 用于学习和教育目的。令人意外的是，仅有 12% 的用户使用 ChatGPT 进行创意写作。研究发现，用户平均每次对话包含8、7轮交互，持续时间约15分钟。企业用户的使用强度是个人用户的 3.2 倍。OpenAI 首席技术官穆拉蒂表示，这些数据将指导 GPT-5 的开发方向。相比2023年 ChatGPT 用户主要进行简单问答，如今复杂的多轮对话和专业任务处理已成为主流。报告还显示，教育和医疗健康是增长最快的应用场景，月活跃用户增长率超过 40%。23，疫苗委员会将对水痘、新冠肺炎和乙肝疫苗建议进行投票。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 ACIP 将在本周举行的关键会议上，对3项重要疫苗接种建议进行投票表决。委员会将审议是否建议50岁以上成年人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以及是否将新冠疫苗纳入常规年度接种计划。此外，委员会还将评估针对高风险人群的乙肝疫苗加强针建议。ACIP 主席丹尼尔·多恩博士表示，这些决定将影响数千万美国人的健康防护策略。最新临床数据显示，带状疱疹疫苗在50到59岁人群中的保护效力达 89%， 显著高于此前60岁以上人群的标准。相比2021年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期间的快速决策，如今委员会采取更加谨慎的循证医学评估方法，预计新建议将在2025年春季正式发布，为全国医疗机构提供标准化指导。24，朝鲜宣布核武器地位不可逆转。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朝鲜的核武器地位不可逆转且不可谈判，彻底否定了无核化对话的可能性。金正恩表示，朝鲜将继续加强核武库建设，重点发展战术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朝鲜国防科学院透露，该国目前拥有约90枚核弹头，
并计划在2025年将数量增至150枚。这一表态标志着朝鲜政策的重大转向。相比2018年朝美新加坡峰会期间，金正恩曾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如今平壤完全放弃了契合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朝方立场极其令人失望，美国将考虑加强对朝制裁。韩国国防部警告，朝鲜核威胁的升级将迫使首尔重新评估自身的核政策选择。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